他明明已经唱过20多部影视作品的 Ost， 却在第一次站上专业音乐舞台时，依然说自己只是一个业余歌手。这句话如果换成别人说，可能会让人觉得是在谦虚，但放在谭松韵身上，却突然变得很真实。因为他真正想做的，从来都不是证明自己能唱多高、技巧有多强，而是让一首歌像他演戏一样，有情绪、有画面，也有故事。6月12日，谭松韵第一次正式站上专业音乐综艺的舞台，节目是浙江卫视《天赐的声音》第7季。而他的出现，也让很多观众第一次认真注意到一个问题：原来那个我们熟悉的演员谭松韵，唱歌的时候也有属于自己的味道。第一期节目里，谭松韵与黄子弘凡合作演唱《Dear D》，一个是演员，一个是专业歌手，两个人站在同一个舞台上，本身就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反差。黄子弘凡负责更加丰富的音乐层次，而谭松韵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所谓的专业感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锋利，也没有强行把情绪推到最高点。相反，他更像是在慢慢讲述一个故事。尤其是当舞台进入情绪比较细腻的部分，他的声音会明显放轻。这种处理方式对于一个专业歌手来说，可能并不算多么复杂的技巧，但对于演员来说，却是他非常熟悉的表达方式。因为谭松韵最擅长的事情，本来就是把情绪放进细节里。他不是靠夸张的动作告诉观众这个角色很难过，很多时候，一个眼神、一个停顿，甚至一句话最后的语气变化，就已经足够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情绪。唱歌也是一样，他不一定要把每一个高音唱得惊天动地，他更在意的是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唱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舞台虽然没有刻意炫技，却让不少专业歌手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张靓颖在现场直接夸赞了他的音色，甚至认为这种声音特质是让人羡慕的。杨丞琳同样对他的表现给予了肯定。对于一个第一次正式参加专业音乐综艺的演员来说，这样的评价其实相当难得。因为舞台上的谭松韵面对的并不是普通演员之间的比较，他身边站着的是长期从事音乐工作的专业歌手，所以观众自然会用更加严格的标准去衡量他。当然，也有人认为谭松韵的声乐技巧和专业歌手相比依然存在一定距离，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专业歌手，反而恰恰相反。在节目里，他多次非常谦虚地形容自己的唱歌水平，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业余歌手。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，却很能代表谭松韵面对跨界时的态度。他没有因为自己唱过很多 Ost， 就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和专业歌手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也没有因为得到专业歌手的肯定就开始强调自己的唱功。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而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也许根本不是唱功，而是共情能力。谭松韵曾经唱过20多部影视作品的歌曲，这些歌曲来自不同的作品，也对应着不同的人物、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情绪。对于他来说，唱 Ost 并不是简单的把旋律唱出来，他更愿意把它理解成另外一种表演。演戏是通过角色讲故事，唱歌同样可以通过声音讲故事。所以他没有选择一味追求高音，也没有刻意用复杂技巧证明自己。他更喜欢用比较自然的声音，把情绪一点点送到观众耳边。这种表达方式其实非常符合他过去的表演风格。你会发现，谭松韵饰演的很多角色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，他们不是靠外放的情绪去打动观众，而是靠一种非常生活化、非常细腻的情感，让观众慢慢进入角色。所以，当他站在麦克风前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他依然是那个很会讲故事的谭松韵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手里没有剧本，只有一首歌，而他需要做的就是让观众听见故事。节目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，在另外一段表演里，谭松韵故意加入了一部分四川话。四川话是他家乡的语言，而他的搭档则使用带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表达。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元素在舞台上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对话。这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会说方言，
反而像是他偷偷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放进了一首歌里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真正有辨识度的歌手不一定是技巧最复杂的人，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声音习惯、一种语言，甚至一个小小的语气变化，就能让观众记住你。而谭松韵恰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，他没有试图把自己变成专业歌手，他只是把演员谭松韵带到了音乐舞台上。所以这个舞台真正让人惊喜的地方，并不是他突然唱的有多厉害，而是你会发现他原本就拥有一种属于演员的音乐表达能力。不过舞台上的从容并不意味着他真的一点都不紧张，恰恰相反。谭松韵后来提到，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音乐节目，他其实非常紧张。毕竟对于演员来说，影视剧片场和专业音乐舞台完全是两种环境。拍戏的时候可以重来，一个镜头没有拍好可以重新拍，一句台词没有说好也可以重新来一次。但音乐舞台不一样，灯光亮起来之后，音乐开始播放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你身上，每一个音符都无法隐藏，所以他紧张其实完全正常。但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一个非常会活跃气氛的搭档，他形容对方话多到让我慢慢放松下来。而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，却不是那些精心设计好的台词，而是一个完全没有写进流程的小细节。节目现场有一个互动环节，两个人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向前走一步。按照规则，赢的人应该向前，结果搭档赢了，可是他没有向前，反而只是举起手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，却让谭松韵记住了很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刻没有剧本，没有设计好的效果，也没有刻意制造所谓的综艺名场面，只是一个人在告诉另一个人，别紧张，你可以的。对于第一次站上专业音乐舞台的谭松韵来说，这种没有台词的鼓励，反而可能比任何一句漂亮的话都更加温暖。而这也很像他本人给人的感觉，不张扬，不急着证明自己，甚至在已经拥有20多部影视作品 OST 的经验的情况下，他依然愿意承认自己不是专业歌手。这种清醒其实非常难得，因为娱乐圈最容易让人迷失的就是掌声。当一个人被不断夸奖的时候，很容易开始相信自己什么都可以。但谭松韵似乎一直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他知道专业歌手和演员的训练体系不同，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优势，也知道自己还有哪些不足，所以他没有选择和专业歌手比较技巧，他选择比较自己能不能把故事唱出来。而这或许才是他这一次参加天赐的声音最大的意义，不是跨界证明，不是为了告诉所有人演员也能当歌手，而是让观众重新认识到，原来一个演员的情绪表达也可以成为音乐的一部分。他可以没有最夸张的高音，可以没有最复杂的技巧，但只要声音里有情绪、有经历、有共情，就足以让一首歌拥有自己的生命。20多部 OST 是他走过的路，业余歌手是他给自己的定位，而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，反而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反差。别人看到的是他已经唱过20多部作品，他看到的却是自己依然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。别人听到的是他的声音有独特辨识度，他想到的却是如何让歌曲里的故事真正传递出去。所以这一次，当谭松韵站在音乐舞台上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看到的，也许不是一个演员正在尝试成为歌手，而是一个演员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，讲故事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不用眼神，不用台词，不用镜头，他只需要一副耳机、一支麦克风，还有自己的声音。也许这就是谭松韵最特别的地方，他从来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厉害，但每一次认真做事，又总能让人发现他其实比想象中走得更远。而那个依然自称业余歌手的女孩，或许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只是技巧，而是你有没有真心相信自己正在唱的故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谭松韵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觉得她的声音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是温柔的音色，是演员的共情力，还是那种不刻意炫技的自然感？
别忘了点。